6月8号，中国最高領導人到訪平壤，時隔7年再次對朝鮮進行國事訪問。21響禮炮，金日成廣場上的盛大的儀式，沿途民眾夾道歡迎，朝方用最高規格的接待禮遇。當天下午，兩國領導人在錦繡山迎賓館進行會談，並與中方提出要加大戰略對接力度，擴大經貿、農業、建築、科技、醫療等領域的務實合作。不到24小時，外界關注的焦點就由這次會面轉移到了另外一個問題上：朝鮮真的要進行改革開放了嗎？大家好，我是謝飛啊，歡迎來到今天的謝飛觀察。今年3月啊，中朝航線、陸路通道以及國際鐵路客運全部恢復正常，通道打通之後啊，這個人員來往以及經貿往來速度加快。遼寧丹東呢就承擔了雙邊將近70%的這個貿易量。那麼據數據統計呢，到2025年，中朝的貿易額就達到了27.35億美元。那其中呢，中国呀向朝鮮出口22.95億美元啊，从朝鮮的进口4.4亿美元。那麼朝鮮官方呢從來不使用改革開放這個詞語，在這個平壤的政治語境當中啊，這4個字非常敏感。2024年1月呢，朝方提出一個叫地方發展20乘10的政策，即每年呢在全國20個市郡建立現代化的地方工業工廠，10年之後覆蓋全國。那也就是先提高一部分地區工業水平，與中國當年的先富帶動後富這個思路比較類似。2025年2月呢，朝鮮方面呢宣布第1年的任務已經完成，20個工廠的全部建成，並且投入生產了。2026年2月，朝鮮勞動黨的第9次代表大會上就提出一個新的5年計劃，並且提出要積極發展對外貿易，同時要大力發展旅遊業包括信息產業。儘管外交上依然這個強硬但是呢，經濟上這個開放的態度已經很明確了。9大的黨章也做了修改，幹部年輕化這個趨勢就很明顯，外交的姿態也更加自信多元。法律方面呢，也在這個同步的推進之中朝方呢制定了一個外商投資法，並建立了仲裁機構。那麼沒有仲裁的國家，這個外商投資就無從談起法律框架呢一旦建立起來，那就表明制度準備那基本完成了。多位半島問題專家就認為說中國的改革開放這個經驗可以作為朝鮮進行經濟轉型的這麼一個參考。因為從路徑上來看我國當年實行這個農村承包制到城市改革的這麼一個過程，它就是一條先農業後工業先地方後全局的這麼一個漸進式的改革之路。那朝鮮的這個20乘10的政策呢，其實它也是從基層工業開始用地方工廠來帶動這個整個區域的經濟發展。那朝方提出的人民群眾第一主義這個核心訴求，就是讓老百姓的生活好起来。你看這就與中國改革的这個出發點是一致的。從條件上來看，中國的這個完整的產業鏈和產能的外溢效應正好呢可以滿足朝鮮最缺乏的這個建材、輕工農業技術以及醫療設備這些需求。丹東到新義州只有幾十公里的距離，這個物流成本很低產業轉移的條件也非常好。戰略互信方面呢，中朝之間有友好合作互助條約作為基礎，今年正好是簽訂65週年。2025年9月呢，朝鮮最高領導人訪問中國。2026年4月，王毅外長呢訪問朝鮮。6月，中國最高領導人親赴平壤。你看，半年之內3次高層互動，這樣的頻率本身就可以說明問題了。但是我注意到也有這個專家表示說，不能把朝方經濟調整看作是中國式的改革開放，是吧？朝鮮所受到的國際制裁，它並沒有解除。根據有關數據呢，2022年的這個外貿額只有16億美元，近2年雖然已經恢復到了27億美元以上，但是距離真正意義上的開放型經濟體，那還相差甚遠嘛。朝方內部的像糧食電力基礎設施等等問題仍然嚴峻，
改革的外部環境以及内部基礎都比当年的中国要差得多。那理解朝鲜改革的方向，首先要了解它的这个民生基礎。任何经济轉型啊，都必須回答一個問題，就是老百姓原來的生活保障，那改革之後還能不能繼續維持？住房由國家建設，單位分配，那首先保證對國家有突出貢獻的人。實行呢這個12年的義務教育，重視理工科和思政教育，並且允許外國學生來學習。名義上醫療是免費的，但是由於受到國際制裁的影響，所以它的藥品醫療器械長期短缺。所以呢，朝鮮近年來呢加強了這個預防醫學體系以及醫生區域責任制，來保證這個公共衛生安全。那麼以國家分配為主要內容的福利制度是社會穩定的基礎，那也是改革不能隨便觸及的這麼一個界限。朝方呢，它不會照搬他國的模式，在保持穩定的基礎之上，按照自己的步伐進行調整。那當年中國也是摸着石頭過河嘛。目前呢，對朝鮮來說呀，是一個很好的窗口期，那就是中朝互信程度很高，交通通道已經全部打通，是吧？經貿往來也十分的頻繁。那麼中國的產業溢出效益可以立即用上。中國最高領導人呢，把今年第一次訪問的分量留給了朝鮮，這本身就是一個很強的政治信號。朝鮮呢，會走向真正的改革開放嗎？目前沒有人能夠給出一個確切的答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變化正在發生窗口呢正在打開，而中國的方案就是擺在朝鮮面前最具有可操作性的參考路徑。那接下來要做的就是看朝鮮能不能在保持這個體制穩定的情況下，把這扇門打開。好，感謝收看這一期的謝飛觀察，希望各位點關注，同時呢將視頻轉發分享出去，讓更多朋友看到。我們下期節目再見。